大家，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腾讯视频出品的社交观察真人秀《心动的信号》第9季首播直播，欢迎大家！本节目由康师傅无糖茉莉花茶独家冠名播出，每一口清香如初绽，邀你一块喝好茶。Hello， 欢迎大家，我们回来啦！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本次《心动的信号9》首播直播的主持人乐言，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昨天呢，我们第1期的正片已经播出了，在网上也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非常期待、特别热闹，对，特别热闹。相信大家现在都激情澎湃。那其实除了小屋的装置和我们新嘉宾的看点之外呢，我们本季观察室的阵容也非常重磅来袭，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还有往季热门 CP， 作为特邀丘比特回家跟大家一起见证心动。那先请我们各位丘比特以自己独属的心动标签跟大家来打个招呼。首先欢迎全情气氛担当海涛老师，欢迎大家下午好，哟，大家好，很开心啊，又在这个盛夏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每年一到心动的这个时候呢，就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让人扑通扑通的瞬间。那这个我这次的标签呢是全勤丘比特，各位咱们就收下了。确实是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跟大家见面，很开心。欢迎涛哥，还有我们的第2位新加入我们心动大家庭的戴旭老师，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旭，我是在逃科代表。我终于来到这里，能提前看片子了。我非常的高兴。不对啊，主持人，他这个不准。怎么说？不准啊！不准，他这个是心动小哭包啊！别剧透啊！别剧透，千万不要剧透啊！我忍不住想说，这属于我们科代表，库克船长是吧？库克船长，这属于我们观察室的小剧透。OK， 好，那下一位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欢迎时隔多年回归的超越老师，欢迎超越妹妹。Hello， 大家好，我是久违回归的心动 OG 杨超越，我回来啦！欢迎超越，超越回来了。同时呢，还有一位是我们也是我们心动大家庭的老家长了，大家长吧，老家长可以，大家长经验丰富的，喝过很多糖的我们的纯叶姐张纯叶老师。好，我是心动见证人，第9季继续跟大家一起见证更多的心动。欢迎纯叶姐，见证了很多的名场面。是，好，同样呢，还有一位重磅嘉宾，也是我们本季第1次做客观察室的江疏影老师，欢迎。欢迎江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科学新生，但其实我是资深的科学新生。对，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家里面看大家的节目，然后这次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体验一下，很开心。刚才在直播前就说了一些弹幕的一些独有词，给我们深深的震撼到。我们慢慢磕。欢迎江老师来到我们心动的下第9季。好，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用专业视角为我们保驾护航的Sammy老师，欢迎Sammy老师。大家好，我是情感翻页官黄珊珊 Sammy， 我会从专业的角度协助大家去拆解那些好磕的瞬间和解读心动的讯号。欢迎大家。其实特别恍惚，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记得去年《心动的信号》第8季开播的时候，也是8月4号。是吗？对，同一天，同样的日期。所以，但是我觉得同样的日期，不同的年份，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故事，整个装置、整个小屋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据我所知，其实今年咱们第9季呢，不仅仅是小屋的设置、现场的装置，还有很多小屋的故事也是非常跌宕起伏的。那接下来呢，就有问题要问到各位导师们了。从第1季到第9季，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9季以来，你们磕过哪些 CP 呢？哎呦，这个谁先来？小哭吧。戴旭老那个旭哥谁？我说出来了。旭哥先来吧。是比较喜欢第6季的，就是卓晴。然后没想到，第1季的时候就见到他们了，我非常的激动。其实就是这么多年，眼看着就见证
他们一路走来。眼看着孩子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对，然后好起来。对，然后第一集的时候，他们俩坐我旁边，然后说马上就要结婚了。哎呀，那真的高兴，感觉不像朋友，特别像家长，这种心情。然后看着他们俩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像是追了一部永不完结的偶像剧。你看我就看你，就是这个，对，偶像剧它能一直延续下去。而且不知道那个大家看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你以为旭哥在看屏幕，其实一直在看他俩呢。对，所以导致我第一集都没好好看。你也让他没法好好看。对，全挡住了，全挡住了。没事，你没好好看，你好好看播出。看似观察第9季，实则观察第6季。OK， 那超越呢？时隔这么久回来吧，我是觉得咱们这个演播厅的这个，氛围已经变了，然后这个装置也非常的，就是房间变大了，灯光变亮了，然后也更清新了，然后呢，甚至连名字都改了，本来是观察员，现在变成了那个托比特，然后感觉很萌。然后呢，这一季的就是参加这个节目的叫嘉宾，他们谈恋爱的这个叫嘉宾啊，对他们就是状态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更年轻、更直白、更对爱情更勇敢了。对，就心动嘉宾，我们这次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们每次录完一期的时候说，哎呦，这一期就是一季，对，一期当一季，哎呦，太满了，太丰盛了，是啊，所以我觉得观众看起来的时候会非常的尽兴，是的，觉得这个咱们这个 SVIP 花的啊，对，咱们的会员朋友们是值得的，那江老师呢，其实也是忠实粉丝，对不对？我其实那个感觉跟戴旭很像，因为我也是一直是心动的老粉，恋综的老粉，我很喜欢看恋综，所以我看到我坐在那个孙乐妍的后面，我一直在看你，我就觉得哎，见到本人。第6季我也是从第1期追到了最后，你跟奥斯卡。对，然后也是你们的那段情感的一些路程，我自己也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对，然后我会觉得变化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坦荡，越来越直接了。我看咱们这个已经播出的第1期的上和中，比起我之前看的《心动信号》的前面几季，我会觉得好直接。就可能之前可能还有点不好意思，或者有一些顾忌或者什么的，但这次好直接，就是对特别是认识的部分啊什么的，都让我觉得其实可能这几年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在变化，越来越坦荡了。对，坦荡。想问一下涛哥，就是作为咱们这个元老级导师，您觉得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首先刚才说到。很多的 CP 啊，看到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就这些，就大家已经变成我生活中的好伙伴了。就像我这次去上海的时候，跟那个好运跟那个他们 CP 还见了好几次见面，还跟多多呀、兰姐呀、一凡他们就还聚在一块吃饭，就大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心动的一个大家庭了。对。就是真的这个感受是特别好的，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很喜欢看《心动的信号》，就是咱们的群像特别的真挚，所以大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一群人啊，就是身边的好伙伴、小伙伴的感觉，所以再有机会再见到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看到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害怕，就跟我那反应一样，对，活的，对，出来了，能动，他来了，明星，咱们见着了，确实是我记得最开始我跟超越我们那年录那个第2季的时候，那出来我们抖哆嗦，就激动，喜欢啊，因为情感都投入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他们出现的时候，反正就是有那种共振的感觉，很美好的，真情实感的在带入，那也想问一下另一位大家长陈叶洁。我觉得变化就是可能规则上有一些变化，就是我们一开始先导的时候也有说，就原来可能就是一个起点和一个这个小屋终点的一个选择，但是现在中间增加了非常非常多选择的阶段，就更贴近现实中恋爱的节奏。然后我自己还发现一个，就是原来我们上一季的心动的信号那个标啊，不是个信号吗？这次是一个弓箭。就因为你们刚刚讲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很符合你们讲那个坦荡，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就你知道，射出去之后，它就是要正打心。这真是，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
造成了我们就是节目那种统一的氛围，就是非常的坦荡、直接、精彩、好看。哎呦，真是！而且我看心动的信号的时候啊，我最先捕捉的那种信号，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单一的信号。那你捕捉怎么说？什么？我看见信号就捕捉。我急。会有频道错误什么的吗？不对，8个脑子一起用，深眼。本来脑子不够用，8个脑子一起用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看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角度一起融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对，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Sammy 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一季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像大家说的，这一次的话，大家非常的坦荡，但是坦荡当中呢，不缺乏细腻，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坦荡之中有很多的突破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尝试，虽然是直球，但是中间有很多的互动的话，会让你不断的去回味，然后去思考，所以可能性比以前还是多了很多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都在不断的突破自我，去挑战自我。其实，我感觉大家其实选的都是自己最擅长捕捉的那种信号，然后大家的看法呢总结到一起就更加的全面和丰富了。所以其实，在心动，我们每一年不仅仅是在围观心动刚开始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心动产生之后的后续的所有的行动，也很重要。对，你行动就做得挺好。我说出来了，我就是要说，说得很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些轻松有趣的环节吧。这是干啥呢？这旁边这是这么好，这玩意儿到了，直接就准备开始了。咱们这个环节呢叫做夯榜行为大赏。在我手中呢有5个行为，那我会依次念出每一个行为。如果各位老师觉得这个行为特别夯，咱们就可以举起手中的小牌牌，对，然后可以说为什么觉得这个行为夯。可以，我觉得差点意思，咱们就不举。好，可以。好，那我们依次开始。第一个行为是，在每个纪念日都准备惊喜。3、2、1，请举牌。好，我们第一个行为获得了4票。男生都没有举。我们问一下没有举的好不好？我们问一下旭哥。为什么？太累了。我觉得不，我觉得还没开始就累了。每年都要准备，太累了。不是，这个因人而异。我给大家也埋一个包袱，然后我上来之前，主要我的工作人员一直跟我说千万不要大漏勺啊，因为它后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剧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其实那个大家那个需求的那个嘛。这事儿是因人而异的，知道吗？哎呦，还没漏啊！您再说就漏了是吧？再不能漏，我就到这儿了。我的会员我都充进去了。他那个其实他那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对，其实是针对于对方看看。要说重不重要，我估计这5个问题都重要。哎呦，就别给我来这个了！哎呦，但是得分人，分对面那个人是谁。有道理，要双方都觉得重要。你快问我，对，是，你快问我。好，涛哥觉得呢？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在每个纪念日都准备惊喜，这一点不夯啊！不一定要纪念日准备惊喜啊，时刻都要准备惊喜。哎呀，还得是涛哥。哎呀，全体的惊喜！哎呀，就是不一样。哎呀，太好了！看一下超越的表情吧，好吧？怎么回？你看这怎么这么油腻？但是咱们话小油。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还是挺夯的，对不对？有4票，而且所有女生都投了。对，我们派一位女生出来，超越可以问一下吗？你觉得为什么会很夯？我觉得就是每个纪念日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比较复杂，需要坚持的一件事，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儿？我是觉得，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比较夯，能做到的话，能做到其实已经不容易。对，好，那恭喜他上榜，恭喜上夯榜。好，第2个行动是，不管对方说什么，都一键跟随。不管对方说什么，对方说你别跟着我，他还要一键跟随。那不就说那就好的，我就不跟着你了吗？不管对方说什么，都一键跟随。好，大家可以想一下。男的觉得夯，女的觉得不夯，也没必要吧？没必要吧？咱有自己的玩伴，他跟那个一直跟着我，多可怕！
对啊，那我们来试一下，3、2、1，请举牌。海涛怎么说？怎么说？他喜欢一件跟随。怎么说？这就得跟着呀，对啊呢，就是要做他的小尾巴呀。没有，这个是对方做你的小尾巴。不管对方对方说说什什么么，都一键跟随。我不管这题什么，我想投一票。好，啊，就坚定选择。我觉得这个行为我很喜欢，你喜欢跟？就是跟帖加一。就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做那个就是不扫兴的人，对吧？说走去吃个东西不？走啊。然后我们现在去做点什么？走啊。就是其实心底里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好，有一个这样的伙伴也好，有一个这样的心动的爱人也好，这件事情是内心会特别的敞亮的。好人，有道理。它不局限于爱情，对可以在对对亲情和友情中间。嗯那就送给涛哥吧，哎呀，多属于涛哥的好榜。那蛋糕吃不完，我就打包带走。好，那我们再进入下一个行动，下一个是记住对方随口说过的话，收到并做到。这个来，3、2、1，请举没法反驳牌。这必须的。好，全票通过，全这票通过个没法反。驳。而且这跟咱们那个里边的嘉宾有关系，这个他们就做得很好啊。对好，可以姐，可以了。哦，可以，对，再说就 low。我也要。再说他们就忍不住想，对，想就联看节目想了，就对了，开始赶快看节目。啊！大家就可以开始分析起来了。好，恭喜他上榜，还有2个行动，我们来看下一个是主动发布官宣朋友圈。3、2、1，请举牌。这个没有，你好妙哦！对，哎，我觉得理由会很不一样。对，对都是不一样的不理由。一样的理由。我们先来听听江江老师的理由好不好？啊，我的理由啊，我觉得受了海涛的启发，我觉得不应该只发朋友圈，发朋友圈不好。应该全平台发布，对应该发微博。应该看我们全网讨论量。对，所有的地方都要对官宣。朋友圈范围太小了，不够夯，范围不够广。朋友圈不止朋友圈，视频号也得发呀，都得来。油腻吗？不，这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嘛。对，嗯，旭哥觉得呢？我觉得这还是因人而异。你别男孩自己高兴给人发，人女孩就说，对，我还没想那啥呢，没对不对想官宣？没想官宣。其实我的角度跟旭哥一样，就是啊主动发布，就是我得听，因为这个毕竟2个人的事儿，我得看看人家想对什么时候啊。他得就是商量一下这事儿，是吧？得尊重对方的。但是对方是同意了的话，我一定会全网发。一键跟随，毕竟这很重要，对双方来说都是。尊重对方。好，那就很遗憾没有上行榜。最后一个，社交场合主动靠近心仪的对象，在社交的场合主动靠近心仪的对象。3、2、1，请举牌。好，依旧是全票通过了。涛哥好像觉得必须上，这必须的挂件儿，这是就沾是吧上？是吧？必须得沾上。那Sammy老师觉得呢？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话，比如说，当你主动去靠近心仪对象，首先你的意愿是明确的，然后我们也会讨论到说，很多时候有个共同无意识。如果你喜欢对方，有一些话不用说出来，但是你的行动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朝向对方，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心动的信号，也是我们丘比特会观察到的一个信号。哎，其实也想问一下Sammy老师，觉得另外我们刚刚成功上行榜的2个点，会有什么体现吗？其实我们会发现后面的2个的话，很多时候是跟行动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只说不做或者只做不说，它都是缺乏了一种平衡的一个感觉。所以如果你做了之后，但是你在语言上面你不去表达，某个程度上也会让人觉得是失衡的，或者是有匮乏的。可是你做了，对方你也可以去命名，然后再增强2个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所以说，其实每个人的心动开关不一样，有的人看心动，有人看行动。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既然咱们都已经坐这儿了，也已经直播了，要不给大家发点小福利？怎么样？因为相信大家其实虽然我们这个直播间看似很平静，但是实则互联网上已经是
暗流涌动，因为大家都已经开始都等着呢，都等着。对，其实我已经看到很多人都在疯狂的讨论了。所以咱们能不能今天给大家从我们丘比特的视角透点能说的？不说具体的剧情，也不说具体的人名，就透点儿。这样吧，上一次你们看到的最绝的名场面是什么样的？你们是什么感觉？旭哥在我面前哭了8次，看那里面不是看我啊，我看不见，你给我挡上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涛哥是联想到了旭哥看到的场景，而哭的那个画面了。哎呦，其实刚才已经说了不少了，像什么群像的真挚啊，两个人就是锁得很深呐，就其实太多的这种信号了。那我就给一个特别装置，好不好？啊，因为这一季咱们有个特别装置，这个特别装置一出现的时候呢，大家都变得就是很特别了。对，挺震撼的。到你了，到7分钟了，快点到你了。那我觉得我啥都想说，真的。哎呦，没事，不能说是。你别。但是啥呢？我觉得反正给我比较震撼的是什么？是其实这次节目组的剪辑，是我觉得跟以往不一样的啊。我作为一个影视工作者来说，就是他的剪辑手法跟上几季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我不要急，多急。对，这好看了吗？他有时候会站在就是嘉宾的每一个角度去把这个整个故事去讲一遍，更完整。对，他会更完整。然后你会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去看待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对，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挺好，团队厉害。那江老师今天可以留点悬念。对。因为我看江老师一头雾水，我能说就是现在播的那些印象深刻的是吧？名场面，对。我是觉得说那个4个房间，是之前没有啊。初见面的时候，颜色的房间，颜色的那个房间，它其实特别快的、直接的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上的需求嘛。而且它每个颜色代表的那个你的需求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之前的几季没有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可以进一步了解对方。对，快速的熟悉起来。陈叶姐，3个字，天文学，看吧，请你们记住，就3个字，但我跟你们说，要记住我说的天文学。可太绝了，你这个！哎呀，那掉头发，你这个是就3个字。你都说出这个，我不得不搬出3星堆了。哇！3星堆的这。太绝了！我已经考过了，天文学播了，没播。我觉得这一期有些嘉宾的身份很震撼，就是你会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很多都是那种感觉，像是偶像剧里才会出现的那种 drama 的那种感觉，然后以及会觉得这一期的爱情的关键词就是勇敢，然后每个人面对爱情的那份勇敢会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觉得非常真挚。对，就是后面他会有个魔术表演。是的，对吧？没错，我们这个节目后面还有一个魔术表演。魔术，对，魔力。好 ，magic。Sammy 老师。其实我们在观察室里面的话，大部分大家的发言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让我最深刻的是，有好几个重要时刻，我们都是沉默是金，好像那一刻大家集体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实在是太震撼了，进入了一种集体失调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恋综的一个魅力在里面。看到的东西你不一定能找到适合的词语去命名，但是它会就让你就是印象非常深刻，非常心动。也有揪心的时候。对。所以听完大家的发言，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心动都有不一样的体会和新的感悟。那最后啊，咱们依旧守口如瓶哈，守口如瓶，一句话安利我们这一季心动的信号9，您会怎么说呢？一句话安利。看正片的同时，别忘了看加更。太实在了，太实在了。都老刺激了。特别精彩。
不负众望。爱情非常甜，坦荡又敢又细腻。好，很精准，很精妙，也很精确，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正片当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所以呢，也再次感谢大家关注我们《心动的信号》第9季。其实呢，听完各位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我有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虽然地点变了，时间变了，但是大家对于爱情的那一份初衷和初心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呢，最后还想请各位老师再多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好不好？因为其实再撑3分钟啊。对，因为时间还有3分钟。哎呀，这就是主持人的基本素养。还有3分钟，那就展开说说，再撑2分钟行不行？因为我没想到大家都一句话带过，真一句话带过。行，那这样你把提词器再往下来点，我们说长。说多了，每个人一个论文，每个人一个词，好不好？再来一个词，再来一个词啊！你这样，你着重点几个人，超越，你给我说说。这时候最怕老师点名，超越你说说吧。你第2季那会儿来的时候，现在第9季了，你现在感受怎么样？第2季那个时候那个心动的那个信号感觉吧，就感觉是蛛丝马迹。哎，现在哇，感觉是波涛汹涌，幸福已经贴在我脸上了，我磕的不亦乐乎了，就是。之前咱们的表达呢稍微含蓄一点，是的，聊的东西呢跟破案似的。对，现在就是现在你有眼睛你就能看出来他喜欢谁。对，现在也是破案似的，现在这个就是推理。但你们猜，你们不一定也能猜得准，对吧？对呀。那个我告诉你，真的，超越确实是很厉害的。他作为老欧基，确实是心动原石获得的是最多的，而且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啊，我只能再说1分钟啊，再跟大家说一点，我们这一季的心动原石还附加了一个特殊的功能。对，这个特别厉害。对，到底是什么功能呢？对，因为我们现在没凑齐，我们还不知道，现在只能就盼着超越给我们使劲了。对，等到那一刻的时候，一定会在加更里给大家看啊，一定会在节目里给大家看怎么又加更了。所以，请大家继续持续关注我们《心动的信号》第9季。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那今天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正式上线了，也欢迎大家准时开课。由腾讯视频出品的《心动的信号》第9季已正式开播，每周1、周2 12点和心动丘比特一起见证心动。本节目由康师傅无糖茉莉花茶独家冠名播出，每一口清香如初绽，邀你一块喝好茶。我们接下来不见不散，拜拜，拜拜，谢谢。